大家好，这里是 GH。上期节目我们对游戏的变化做了总结，也预测了下未来的游戏内容。这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树果队和食材队未来可能很难同时练级。树果队是对应岛屿的树果型宝可梦等级越高，产生的能量越高，而食材队需要3种料理对应的食材型宝可梦，等级达到60级，每天吃3顿大餐，通过食谱等级提高卡比兽的能量。同时把那么多的宝可梦练到60级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后期可能会出现食材队、树果队2选1的情况。如果大家相信官方后续的优化，而且又喜欢玩食材队，目前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可以专注于食材宠的严选和提升等级了。短期内卡比兽的能量可能会比较低，但是开放60级后，手里的食材宠也能很快达到等级，提高能量。这期节目直接给想玩食材队的玩家推荐一些食材型的宝可梦，还有60级的情况下影响食材产量的一些因素。介绍之前再次强调下，关于游戏的玩法非常多，每个人的游戏目标也不一样，我也只是介绍其中的一种玩法，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对于食材队，我介绍的这种玩法是要求每一种食材对应一种高产量的宝可梦，这样组合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后续也方便应对食谱的变化。本期节目的数据均来自于网站，可能会有些出入，大家作为参考就好。我们首先通过介绍每种食材对应宝可梦的食材类型、副技能和性格，需要满足什么最低条件才可以使用。性格方面，我们提前说下，副技能的帮忙速度 S 可以抵消减帮忙速度的性格影响的产量。副技能的食材几率提升 M 可以抵消减食材发现率的性格影响的产量。如果大家选了很长时间还没有选到好的食材宠，可以看看手里有没有上面说的这2种情况的宝可梦，其他的任何性格都可以使用。接下来开始介绍每种食材对应的宝可梦。第一种香草，主要推荐的宝可梦是迷你龙，60级后每天产量81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香草，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次要推荐的是鬼丝，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香草，副技能中必须有一个帮忙速度 M 和一个食材几率提升 M，60级后产量才能达到每天81个左右。斗之肉推荐的宝可梦是小火龙，60级后每天产量在68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斗之肉，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玉米推荐的宝可梦是铜偶熊、迷你龙，60级后每天产量60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玉米，副技能无所谓。姜主要推荐的宝可梦是幼吉拉斯，60级后每天产量在78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姜，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次要推荐的是小火龙和代兽，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姜，副技能中
必须有一个帮忙速度 m， 并且负技能和性格中还要有一个食材几率提升。60级后产量才能达到每天78个左右。油主要推荐的宝可梦是不良蛙，60级后每天产量49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油，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次要推荐的是百变怪，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油，副技能或者性格中必须有一个食材几率提升 S，60级后产量才能达到49个左右。番茄推荐的宝可梦是喇叭牙雪莉怪，60级后每天产量62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番茄，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洋芋主要推荐的宝可梦是喇叭牙和小泉石，60级后每天产量50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洋芋，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次要推荐的是代兽，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洋芋，副技能和性格中必须有一个加帮忙速度和一个加食材几率提升的，60级后产量才能达到50个左右。可可推荐的宝可梦是杰尼龟、阿波索鲁，60级后每天产量41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可可，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蛋推荐的宝可梦是信使鸟和雪莉怪，60级后每天产量51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蛋，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蜜主要推荐的宝可梦是妙蛙种子，60级后每天产量70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蜜，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次要推荐的是凯罗斯，30级、60级必须有蜜，副技能或性格中必须有一个食材几率提升 S，60级后产量才能达到70个左右。奶推荐的宝可梦是杰尼龟，60级后每天产量在72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奶，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蘑菇推荐的宝可梦是鬼丝，60级后每天产量在40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蘑菇，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葱推荐的宝可梦是地鼠和百变怪，60级后每天产量在25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葱，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大豆推荐的宝可梦是小泉石、尤吉拉斯，60级后每天产量63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大豆，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苹果推荐的宝可梦是信使鸟、凯罗斯、阿波苏鲁，60级后每天产量56个左右。30级、60级食材必须有苹果，任何副技能都无所谓。好，把15种食材对应的宝可梦介绍完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些最低要求去捕捉和练级了。食材类型介绍完后，如果有人还要严选副技能，或者又抓到一只食材类型一样的宝可梦，想对比产量，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副技能对产量的影响。当然食材类型还是要求30级、60级食材一样，性格是以没有负面性格举例，和食材最相关的副技能和性格就是这些。首先，帮手奖励是提高全体食材产量，单个宝可梦提升的并不多，
但是考虑到帮手奖励也会影响到技能触发、树果能量这些因素，依然是食材对比较好的选择。其次，每个宠物的基础数值不一样，副技能和性格对每个宝可梦的食材产量影响也不一样。但是产量大致可以分为这几档。第一档是副技能里的食材几率提升 M， 第二档是副技能的食材几率提升 S， 还有性格里的食材发现率上升。第三档是副技能的帮忙速度 M， 持有上限 L， 持有上限 M。第四档是帮忙速度 S， 持有上限 S。有一个副技能大家要注意，如果副技能里有树果 S， 那持有上限 L、M、S 副技能提升的食材产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他副技能和性格不受树果 S 的影响。关于食材宠的内容就介绍完了，希望可以给想玩食材队的玩家节省一些收集资料的时间和游戏里投入的资源。感谢大家观看。